突然失踪的男孩以及拥有超能力的女孩，原本祥和的霍金斯小镇开始接连出现异端。充满责任心的警长霍普又能否查出真相呢？我是瓜皮儿，我们紧接上回。威尔失踪的第二天，霍普仍在全力搜救着。他偶然发现树林中的一个管道，这里连通了小镇边缘的禁区。下一步则是进入其中寻找威尔的下落。同时，麦克几人也知道了11的秘密，他展现了意念控制的超能力，并透露出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，而且11见过威尔，奈何自己不善言辞，倒转棋盘指出威尔和魔王的行为，让男孩们彻底摸不着脑袋了。夜已入深，南希和史蒂夫也趁势干柴烈火，全然忘记了等在楼下的芭比。伤口滴血入池，无意间却让芭比引来了杀身之祸。被拖入异空间的他在拼命挣扎，竭尽全力地呼喊着南希的名字，直至彻底没了动静，也未曾等来这个姐妹相助。交流过后，史蒂夫沉沉睡去，南希并没打算过夜，套上一件干净的衣服就回家了。至于芭比，她全当闺蜜也提前走了。到了家，少不了一顿臭骂。原本答应老妈的10点回家，可南希并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和同学一起聚会忘记了时间，又没给担心自己安危的老妈通个电话。对她来说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凯伦也没有发脾气，只是希望孩子们有事就告诉自己。清晨，乔纳森被乔伊的声音吵醒，此时这个母亲正对着台灯自言自语。昨晚台灯给了他回应，乔伊相信这是威尔在联系自己。这种玄之又玄的事情，乔纳森是指定不会相信的。可乔伊多么希望大儿子能理解自己啊！连续烧毁的电话、频闪的台灯以及墙里出现的怪物，这些事情虽然很不科学，但那一定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呼唤。乔伊并没有因此放弃，他开始在家里布置灯泡，数量不够了就继续找老板赊账。终于他挂满了所有房间，这些灯一如天空中的繁星，有意者会注意到它的闪烁。门被敲响，凯伦带着小女儿来了，她专程来看望这个老朋友，顺便带来一些吃的。昨晚的奇怪经历，乔伊没有办法跟凯伦说，只能说威尔最喜欢圣诞节，所以提前布置了一下，这样自己就能感觉儿子回来了。凯伦的好意和安慰的确让乔伊没再那么紧绷着神经。小女儿注意到了接连发光的灯泡，她顺势而去，来到了威尔的房间。屋里的灯光闪烁得更加频繁，像是男孩在为女孩展示自己新学的才艺。同样转瞬即逝，墙上再次出现了异象。好在乔伊一把抱走了女孩，急切地想知道她刚刚在这屋里看到了什么。很快，乔伊意识到自己过激了，送走了凯伦，他继续守在家里。几声狗吠过后，灯光再次闪烁，在壁橱里，乔伊捧着杂乱的灯管呼唤着儿子。幽暗的空间顿时骤亮，在这无声的问答之中，乔伊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。好消息是儿子还活着，坏消息是威尔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。为了能跟儿子进一步交流，乔伊将字母画在了墙上，等待着威尔的下一次呼唤。另一边，知晓了11见过威尔后，男孩们打算组建新的远征队去寻找伙伴。卢卡斯带齐了野外生存用的工具，若真的遇到魔王，他用弹弓崩他的眼睛。而达斯汀则带齐了所需要摄入的糖和脂肪，他只需要保证为大伙补充能量。打怪有11的意念控制呢，说着就掏出千年隼，想让11展示一下能力。不过人家11压根不想搭理他。楼上的凯伦催促孩子们去学校，麦克耐心地嘱咐11别乱跑，并温柔地回应了老妈一句。当真是双面人跟谜语人的高级会议现场啊！他们约定好放学后在外头碰面寻找威尔。11几乎吃光了达斯汀的零食，只想悬浮着千年隼来打发时间。因为过于无趣，日头又还早得很，他便跑到楼上转悠了起来，靠在蓝沙发上摆弄着家里的东西，对事物有着童真的好奇。从黎巴嫩战争到非凡的公主希瑞，现实与虚幻11都未曾接触过，但这快乐水却让他当场 PTSD 了。当时他眼里的爸爸布伦纳每天都在对11进行测试，训练他掌控意念能力，并利用意念进行摧毁。11很费力地挤烂了一罐快乐水，布伦纳看到了希望，笑了出来，丝毫没有关心流着鼻血的11。女孩拥有的只有这般回忆。上了2楼，来到了南希的闺房，房间的少女装扮、照片的仙女小裙，以及一个甘愿为其赴汤蹈火的朋友，11多么想拥有这样的生活，而南希却并没有珍惜这唾手可得的生活。自打昨晚跟史蒂夫厮杀后，他便起了心理作用，总感觉同学对他投来异样的眼光。史蒂夫花言巧语几句，他又觉得自己成了被保护的花骨朵。只是芭比今天没有来学校。午饭间，他向其他2人打听了一下，等于说昨晚参与聚会的人都没见到芭比。在他们眼里，旷课什么的都是常规操作。长期相处下来，
南希也被他们这种观念影响了。乔纳森瞥了一眼南希，马上就去洗胶卷，他要仔仔细细研究昨晚拍下来的东西，希望借此能找到弟弟。而照片上的南希和多个偷拍镜头被旁边的女同学发现了，人家那么一告状，当天下午乔纳森就被史蒂夫等人堵住了。抢过来书包这么一看，全是他们嬉闹的画面，其中一张南希还正在脱衣服。乔纳森理亏加上自卑，根本无法解释，只能看着史蒂夫他们砸烂自己的相机，还是南希留下来帮他收拾了地上的残骸。意外的看到照片上的芭比后，南希有了想法，她给芭比家打去了电话，得知闺蜜一夜未归，南希不敢擅自猜测，客套了几句话就挂断了电话。快到放学的时间，南希早已心神不宁，听着史蒂夫几人聊那些过火的话题，她总是感觉不自在，最终咬牙强行离开。南希重返了史蒂夫的家，还真在附近找到了芭比的车。显然芭比昨晚并没有离开这里，她溜进院子想看看是不是能找到些许线索，可突然一个黑影闪过，吓得南希当场坐在地上。她连忙爬起来向外跑去，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爸妈，芭比很可能也失踪了。与此同时，三子也在等着放学，他们在地上捡起石子儿当子弹，却没有一个合适弹弓口径的。达斯汀一直很好奇11的能力到底是像 X 战警一样天生的，还是像绿灯侠那样后天意外拥有的呢？卢卡斯则更是把11当成了怪胎，麦克一直在帮11说话。卢卡斯见状直接调侃他爱上了11。哥仨打趣的时候，校园恶霸又来了，他们拿威尔失踪的事调侃3个小孩。达斯汀直接反驳，卢卡斯咬牙切齿，还是麦克考虑的周全，要带伙伴们离开。恶霸到头来还是给了他个下马威，但哥仨马上就找到了新的话题，调整心态。沙友被狗咬一口，自己一个人上去打针的架势，总不能弯下腰再咬他一口吧。11准点在约好的地方等着，边上的一只小菊让他顿时回忆起了能源部。在摧毁易拉罐之后，布伦纳开始让他杀戮活物，可11根本没有办法对猫咪下手，他违背爸爸给的命令，结局就是被关进了小黑屋。11一怒之下瞬杀了2名保安，使用能力过度的他也变得极其虚弱。布伦纳一瞅，好家伙了，好家伙呀，赶紧上前抱着孩子给个甜枣。伴随着麦克的呼叫，11回到了现实，他们要趁天黑前找到威尔才行。路上11看出来麦克受了伤，但麦克没当回事儿，谎称自己摔了一个跟头。在11的追问下，他这才说了实话，麦克是怕别人瞧不起自己总被欺负，而11却未曾这么想，这才是伙伴应该做的。此时霍普带着几名警员绕到了能源部大门口，门卫直接拦下了他。禁区岂是你一个小警察说进就进的？霍普直言，我们镇子有个男孩失踪了，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，镇长要个结果，记者要个说法，请求门卫大哥通融一下，让我们进去看一眼。一招人情世故打得门卫措手不及，直接报信儿。如此，霍普顺利来到了禁区，果真在这找到了管道的另一头。他怀疑威尔可能顺着爬了进去。管事的人发誓在这没有见过任何孩子，他们有100多个摄像头实时监控，连着苍蝇进来都得扫码。尽管如此，霍普还是请求看一眼监控录像。管事的无奈只能领着他进入大楼。霍普打听到能源部的大佬叫做布伦纳，工作人员调取了前2晚的监控，画面有被明显处理过的痕迹，但霍普没有捅破，礼貌地道别了这儿的管事的。他看出的端倪很简单，昨晚搜救时小镇下着暴雨，而监控里的画面却是风平浪静。霍普敢肯定这个能源部有问题，他猜点没错。布伦纳此时又带人下到地下，来到了那个被生物组织封闭的洞口前。霍普转眼就前往了图书馆，警长关系网遍布了小镇，哪儿都有仰慕他的女人。几句甜言蜜语就让人拿出了近年来所有大报纸，他只拿走了关于小镇实验室的报道。翻阅这种事儿也不需要霍普亲自动手，一句有空一起约会，女管理员直接代练。不多时，他们发现了几篇有用的报道，其一是传言实验室有虐待事件，其二是他们正在进行精神控制实验。最关键的一条，布伦纳博士被告上了法庭，原因是有人指控他抢走了自己的女儿。再把这件事跟威尔失踪的案件一结合，霍普推测实验室在拿孩子们做实验，而且是经过政府和中情局批准的。有一个关键线索佐证了他的猜想，前一晚老师在管道旁发现了一块衣角布料，布料上的材质图案跟报纸上的病号符一模一样。他霍普并非是在搞什么阴谋论，而是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找到威尔的机会。或许孩子他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，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，从而没等他说完，下面传来电报，有人发现了一具尸体。霍普当即驱车赶往了现场。11带着麦克他们来到了一座房屋，这正是威尔的家。他的意思很明确，威尔就躲在这里。男孩们看得一头雾水，他失踪了，怎么可能在家呢？罗卡斯不免对他的能力产生了质疑，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。麦克则想要一个解释，奈何11根本做不到啊，只有一个眼神，似乎在说请你相信我。争吵间，
几辆警车呼啸而过，孩子们顿感不妙，直接追了上去。而同时的，屋内的乔伊等来了回应，他询问儿子在哪儿，得到的回应是就在这儿。乔伊再次提问，我要怎么找到你？可威尔却只回复了3个字，跑。乔伊跑。言罢，怪物再次想穿破墙壁，这次却成功了。乔伊连忙的逃离了家里，霍普赶到了湖边，而11麦克他们也随后赶到。只见警方在水里捞出一具尸体，很明显就是威尔。霍普的双眼瞬间无光，直接转身离开，不愿意接受现实。孩子们也接连崩溃，就连麦克也有些失控。他认为是11欺骗了自己，欺骗自己威尔还活着。说完，自顾自地推着车跑向了远方。无法接受噩耗的麦克回到家，抱着母亲痛哭了一场，而跑出很远的乔伊刚好撞见了乔纳森。来自长子的安全感让他瞬间踏实了下来。11到底想表达什么呢？而霍普是否能够振作起来呢？真相正一点点地铺展开来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